在中国历史中，真正的权力掌控者是谁？是自称天命所归的皇帝，还是隐匿朝堂之上的大臣？这个问题贯穿2000年帝国命运，却从未得到可靠答案。本期节目将带你穿越历史的迷宫，一层层揭开权力的面纱。到最后，你会发现，王朝更替、历史轮回的背后，暗藏着不为人知的权力格局。长夜将至，至死方休，开启东亚权力的游戏，你准备好了吗？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常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它改变政权对人才的依赖模式，削弱贵族的影响力，使得李唐政权能够从民间选拔官员，达成政权稳定的另一套运作系统。而这一制度的完善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有着密切关联。武则天在位期间，科举制迎来质的飞跃，成为那些寒门子弟踏入仕途的唯一途径。她的崛起表面上依靠的是科举制，但实际上她需要更为强势的手段来巩固权力。武则天在位时曾广泛使用酷吏，严惩反对者，以保证自己的统治权威。不过，科举制虽然在文官选拔上独树一帜，但它并未触及政权真正的核心——军事与财政。武则天未能彻底解决的是，军事权力过于集中在地方贵族手中。当她通过文官体系摆脱贵族掣肘之时，这些贵族的军事力量却并未削弱。尤其是在边疆地区，贵族的封疆大吏依旧控制着大部分的军权和财政。安禄山、史思明等地方大员，正是依靠手中的军事力量，最终掀起了唐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叛乱，也就是安史之乱。文官系统提供政权合法性，却无法有效控制边疆的军事力量。最终，科举制虽然成为唐朝的制度创新，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权的分裂。杜牧在《阿房宫赋》当中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虽然杜牧总结了秦朝的兴亡，但放在武则天身上同样适用。武则天作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既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也是政权危机的缔造者。这种表面上文治天下的模式，暴露了唐朝文治与武功的两极矛盾，最终使得唐朝陷入无休止的军阀割据。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主张通过学习提升个人修养，从而为国家服务，也将担任官职视为社会责任的体现。从两汉的察举制到隋唐的科举制，读书做官的社会秩序一脉相承。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对官位的垄断，赋予寒门士子进入官僚体系的机会。文人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成为整个社会的理想目标。科举制度下，文官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也往往是国家财富的分配者。知识与权力紧密结合，成为个人和家族成功的象征。而科举考试的高成本和低通过率，又导致社会上以官为尊、以官为贵的意识越来越强。因此，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围绕着当官展开，官员成为掌握财富、权力与文化话语权的中心群体。这种以官位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导致了中国文化中强烈的官本位意识。某种程度上，李白能够成就唐诗高峰，并不是他不想做官，而是做不上官的副产品。从此以后，大多数唐诗宋词的泰山北斗，无一不再重复李白的悲剧之路。换句话说，只有仕途受挫，官场失意，才是走向诗歌创作高峰的必经之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北宋时期是中国大一统帝国的巅峰，尤其对读书人的宽容，让很多知识分子都幻想生活在宋朝。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到北宋时，它彻底平民化，贵族阶层早已在历史浪潮中消失，这使得整个帝国几乎完全依赖文官体制运行。文官们通过科举上位，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政治事务。但随着文官体系日益扩张，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官僚系统过于庞大，财政负担沉重，军事力量薄弱。在北宋的版图上，北边有西夏入侵威胁，东北有辽国虎视眈眈。无论是西北战事还是辽宋之间的战争，北宋的军事能力都显得捉襟见肘。北宋军队需要国库支付庞大费用，然而财政却被官僚体系吞噬殆尽。北宋政府不仅要维持一支低效的军队，还要养活一个冗杂的文官系统，这对于一个农耕为主的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负担。因此，王安石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变法来重振北宋帝国的根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减少财政赤字，增强军事力量。他推行青苗法、牧役法、免役法等，希望通过这些新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民众的税收负担。同时，他也打算通过这些措施削弱豪强势力，让国家直接控制农村经济。然而，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进，忽视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已经适应了现有体制的文官们。更致命的是，王安石对儒家道统的态度极其冷漠。他强调务实，认为儒家经典不过是空言无补，无法解决现实的军事财政问题。这种观点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弹。
在北宋，儒家礼教并非简单的道德信仰，更是帝国政治运作的重要手段。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触动了这些官员们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观，因此遭到各方强烈抵制，最终变法失败，不仅未能挽救北宋，反而导致新旧党争加剧。科举制度的平民化虽然在理论上实现了选贤任能，但在实际操作当中，无论圣人语录多么烂熟于心，依然只是封官鬻爵的途径，而非承袭儒生所标榜的礼制。到头来，只有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才是读书人奋斗一生的最终归宿。梅州三苏之一的苏轼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变法与否的党争中，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其方法过于急功近利，忽视了儒家思想当中的平衡与仁爱。但本质上，他和王安石一样，都是官僚体系的参与者和受害者。苏轼在《宋襄公论》当中抨击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的守旧做法，认为战争应该讲究时效，而不是拘泥于礼法。苏轼的批评恰好反映了北宋时代士大夫对儒家的彻底反动。宋襄公所代表的是早期贵族对战争礼仪的坚持，而到了北宋，士大夫们日益强调实用主义，礼制与军事脱节已十分明显，无法挽回。文官体系看似强大，但其内部的分裂与斗争空前消耗国家精力，也让北宋逐渐失去了对边疆的控制能力，最终导致崩溃。苏轼的命运是整个北宋文人阶层在党争中的缩影。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苏轼在政治上也备受打击，奔波于庙堂与江湖之间，最终潦倒离世。风雨自来，我自从容。我有草鞋轻胜马，我有蓑衣任前行。蒙古帝国依赖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极具流动性的社会制度，迅速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片领土。蒙古人原本以军功立国，依靠的是家族、亲信和骑兵部队，而这种高度依赖个人关系的体制，并不适应中原农业社会。蒙古统治者为了维持庞大帝国，急需一套能够管理中原的体制，而儒家的官僚系统便是最佳选择。儒家士大夫阶层在此时已经演变成纯粹的功利性群体，不再与儒家初期所提倡的礼乐秩序相挂钩。这些自幼接受儒家教化的读书人，通过官僚制度进入权力中心。读书并不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为了做官攫取权力剥削百姓。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为统治者服务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儒家官僚从不鼓励战争，甚至认为尚武是野蛮落后的象征。蒙古人的尚武精神是帝国兴起的根本，但当他们被儒家体制所包围时，这种战斗力却迅速消失了。士大夫阶层的本质是一种官僚化的群体，他们的职责并不是保家卫国，而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在元朝所做的，正是通过复杂的税收盘剥系统，从百姓身上榨取资源，去供养帝国的上层阶级。儒家士大夫为元朝提供统治工具，但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繁荣。事实上，他们所建立的官僚系统早已失去对社会的真正掌控力，帝国的经济和财政逐渐陷入困境，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而蒙古的尚武精神也被文官制度彻底摧毁。蒙古贵族们享受着奢华供养，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游牧文化和军事纪律，转而沉浸于中原的繁华生活。当元朝到了末期，帝国面临外敌内乱时，蒙古人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迅速集结军队。元朝的失败并非蒙古人无法适应中原的社会结构，而是因为他们被儒家士大夫阶层俘虏，放弃了原有的优势。蒙古人的军事天赋曾让他们无敌于天下，而当他们失去这些特质，转而依赖一个高度官僚化的体制时，他们的帝国注定走向灭亡。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在这场变革当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的忠诚并不属于某个朝代或者君主，而是属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其他什么异族，谁让他们掌握权力，他们就可以效忠谁。这样一套体制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推向了极端的平民化、官僚化。自此以后，士大夫阶层不仅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在文化上也成了帝国的代言人，压制一切其他的社会团体，包括军队、贵族和民间力量。这样的结果是整个帝国陷入文官统治的泥沼，失去了对外扩张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元朝的兴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意味着中国古代政治体系已经彻底陷入无法逆转的循环，经济困顿，军事崩溃，最终导致王朝灭亡。明朝建立，中国重新回到汉人政权，但朱元璋所打造的王朝却带有极强的专制色彩。朱元璋出身极其卑贱，他从农民变成乞丐，再到争雄天下，建立帝国，充满了传奇色彩。但也正因为卑贱的出身，导致他对权力有着强烈的警觉和猜忌。他坚信，只要权力不集中在他手中，朝廷就有可能再次落入奸臣之手。因此，他废除宰相制度，亲自把持朝政，对任何有可能威胁中央集权的势力，从根本上进行无情打击。这就是明代极度集权的特色，也是大明王朝统治的根基。一句话，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
先斩后奏，皇权特许。在这种体制下，儒家经典成了维持皇权的工具。朱元璋一方面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实际上对儒家道统没有丝毫敬畏。只要有利于集权的东西，朱元璋都会不加分辨地采用。官僚系统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依托科举制度选拔贤才，但实际上朱元璋对文官同样充满了怀疑。他以严刑峻法统治国家，设立锦衣卫监视百官。他的儿子和继任者更是建立东厂和西厂，甚至任用宦官，常常因猜忌而诛杀忠良。大明朝的统治在这样高压的状态下，表现出一种极其紧绷或者说神经质的特点。明朝的皇帝们大多有着奇特的性格和行为，比如明武宗朱厚照，一心痴迷玩乐，沉溺于豹房不能自拔。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自封为将军，率兵出征，不仅换来了军功，还自己封赏自己。相比之下，崇祯皇帝就更有责任心，他在国破山河之际，承受起了无尽压力，最终逼得自己在眉山自缢。从朱元璋的榆林图册到文官冤狱案，从土木堡之变到东厂特务机构，明朝的每一个环节都展示了这个王朝独特的复杂性。明朝走向衰亡与它过度集权密不可分。集权体制虽然强化中央力量，但随着皇权进一步集中，统治阶层的活力被削弱，社会创造力和军事能力也逐渐衰退。明朝历史就像一部荒诞的故事集，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王朝，同时也是封建秩序与文明精神最后的墓碑。大明朝只有一个人可以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满清帝国，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外族政权。早期的满洲贵族集团保持着类似游牧民族的军事贵族结构，比如著名的八王议政，带有一定的贵族民主色彩。在这种制度下，八旗领袖集中决策，互相制衡，拥有骁勇的战斗传统和组织方式。然而，一旦满清入关，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面对幅员辽阔的中原文明，这个外族政权并没有展现出创造性的政治变革。满洲人很快发现，明朝那套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非常好用，不管是治理民众还是征收赋税，对于殖民统治而言，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清朝决定拿来主义，全面复制明朝的政治法律制度。面对新获得的庞大帝国，满清宣告放弃自身的贵族政治传统，转而依赖汉人的中央集权模式。这种汉化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也逐渐渗透到满洲贵族的日常生活中。到雍正、乾隆时期，甚至有少量满人去参加科举考试，追求士大夫的政治路径。此外，满清皇帝在朝廷中逐渐使用汉语处理政务，满洲贵族的后代也渐渐失去了满语能力，最终使得满语变成了濒危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满洲贵族变聪明的表现，但是换个角度看，其实是一种自我退化。满洲贵族曾经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征服了中原，但他们逐步汉化，却在无形中丧失了自身的武德和斗志。这种退化，与其说是满清统治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外族政权统治中原的常态。元朝的蒙古人被汉化，满清自然也逃不过这一命运。所谓汉化，更像是外族征服中原文明后的文化自杀。满洲贵族开始讲汉语，读儒家经典，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兵蜕变成了贪生怕死的士大夫阶层。随着文官体系不断膨胀，满清原有的军事贵族力量早已削弱到无法支撑战争的地步。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八旗兵的战斗力不复存在，八旗制度也早已不堪一击。清政府只能依靠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来保卫政权，只能依靠湘军和淮军这些汉人武装勉强维持局面。讽刺的是，满清本是武力征服中原的游牧民族，但到了晚期，已经完全沦为依赖文官治理的帝国。汉人士大夫不仅在政治上逐渐掌握实权，在经济上也通过各种盘剥手段加重对民间的剥削。与其说满清是外族政权，不如说它是另一个汉人官僚集团统治的工具，只不过换一波少数民族的皇帝而已。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的老家关外的满洲也因为日俄战争陷入了列强争夺的危机。这个原本依赖骑马射箭的民族，再也无法回到昔日的草原和山林，他们在中原繁华中沉沦，彻底丧失了根基，最终淹没在茫茫人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曾为任何帝国停下脚步。那些曾经掌权的帝王、贵族、士大夫，如同江河中被卷走的浪花，消失在历史的尽头。而后世的我们，通过尘封的书卷，试图寻找那些权力的踪迹，却发现真正掌控这片大地的，不是某个帝王和政权，而是无法逃脱的命运轮回。百代皆行秦政法，万世尽读汉文章。这不光是对一个帝国的讽刺，更是对人类命运的嘲弄。